大家好，又是我们两粒肥肥。新年前又去了一趟古晋寻找美食，大家想知道我们吃了些什么吗？那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吧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在飞机上晴空万里，下飞机前却来一个天云变色。哎，没办法，好彩厨师肥肥的家人来接我们去附近的商场吃晚餐。下雨天最好逛的就是商场，不需要淋雨吗？大家觉得是吗？我们来到了这一间华丽商场，它旁边就是一间美食阁。这个美食阁还算蛮舒服的，地方很宽敞，很凉快。因为太久没有吃哥罗面了，我们两个都一起点了这一档的哥罗面，还有哥罗老鼠粉，再来一碗云吞汤。拿了号码才知道，原来这个是我最爱的老牌红油面的分行哦。这可是在我心目中最好吃的哥罗面。回到座位，饮料已经来喽。我点了kopi o beng kosong， 然后厨师肥肥点了teh o。这是厨师肥肥点的哥罗老鼠粉，大家不要被那个红色吓到哦，它不是色素，它是叉烧油。我们吃哥罗面比较喜欢放红，放红的意思就是放叉烧油。你们 order 的时候跟老板说我要哥罗面放红，他就会放叉烧油。放了叉烧油，哥罗面就会带一点甜甜的。如果你们不喜欢吃带有甜味的哥罗面，你们就叫原味的咯。其实在古晋几乎所有的哥罗面都是好吃的，分别就在老板有没有放猪油，放了猪油特别的香，特别的好吃。就像这一碗老牌红油面。云吞汤就和我们平时吃的云吞一样，大同小异。真的是好吃，没有骗你们。你们看，吃到干干净净哦。吃着吃着，厨师肥肥的姐姐又请我们吃沙爹，这个是猪肉沙爹，看起来好像薄薄的一串哦，不过很好吃，烤得非常的香，非常的好吃。吃完了晚餐，我们就进去商场走一走。刚好我们回到古晋的时候，差不多要开学了，所以有卖很多校服之类的。这就是普通的商场啦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大同小异的。不过吃到饱饱，进来吹一下冷气，走一走，也蛮舒服的。逛完了商场，我们就回酒店喽。经过楼下的 food court， 忍不住又再走进去找吃的喽。大家有看到想吃的吗？住在这一间酒店太爽了，一下楼就有一间 food court， 那么多好吃的。有机会我再向大家介绍这一间酒店。别说那么多，我们先去找吃的。厨师肥肥想吃这一档的炒哥罗面，而我就想吃这一档的果汁，不是喝的果汁哦，是吃的果汁 Kway Chap。 这一摊它有卖咖喱饭、卤肉饭，然后 order 料也可以，就是这一个 Kway Chap。 哇，卤花肉哦，还有卤大肠、卤蛋、卤猪皮哦，享受都难喽。这是厨师肥肥 order 的炒哥罗面，好像真的只有哥罗面哦。
还有几条豆芽，还有一些鸡蛋。好像没有什么料嘞。我的就不一样咯，我的龟甲满满的料，有卤大肠啊，卤蛋，卤花肉，然后还有豆腐包，当然少不了龟甲里的粉皮。不过这碗龟甲吃起来呢，就没有什么药材味，酱油的味道比较多。一大早又下来吃早餐喽。今天的早餐同样还是选择哥罗面，因为吃哥罗面永远都不会踩雷，每一档的哥罗面都好吃，只是有没有猪油的香气而已。我们选择这一档猪元帅鲜料面，我们点了2碗哥罗面放红，这碗是我的哥罗面放红。这一碗呢是厨师肥肥的面包放红。其实每一碗哥罗面的配料都大同小异的，都是肉碎啊，还有叉烧。你不要看这一碗面好像很小碗哦，你把那个面捞起来，把它弄散，它是很大碗的，很多面的哦。面包放红也是同样的配料，同样的味道，只是面条的口感就不一样咯。这里的哥罗面辣椒通常都是用红辣椒加白醋，很少有用酱青的。从这个巷子走出去，后面还有好几间的 food court，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。大家是不是会有疑问？为什么每天都是哥罗面、龟甲、拉萨？这就是古晋的味道啊！有时候太久没有吃，会想念这个味道。这一碗是原味的面包，它没有放叉烧油，所以它是白色的。它的配料呢，就像我所说的，就是大同小异的配料，就是有叉烧啊、肉碎之类的。因为它没有放叉烧油，所以它的面是白色的，吃起来的口味呢就偏咸，然后一定会配上这个红辣椒加白醋。沙劳越拉萨是来沙劳越必吃的美食，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它的拉沙汤，和我们平时在西马吃到的拉沙或者是阿萨姆拉沙完全不一样味道。一般的沙劳越拉沙都会放一些鲜虾，这个是小小颗的香菜，我感觉好像只有在沙劳越才有看过这样的香菜，小小颗，很香，很好吃的。然后就会配上一些蛋丝、鸡蛋丝，然后还有一些鸡肉丝。通常他们都会搭配粗米粉来使用，不过我今天就加了一些黄面。沙劳越拉沙的汤底是由多种香料研磨调制而成，因此它的汤底带有浓厚的香料香气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沙劳越风味。吃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他们的三巴辣椒加酸干，这样才是完美组合。还有一样必吃美食，就是这一个 Sugar Bun， 这是厨师肥肥每一次回来都一定要吃的。他说这是他儿时的味道，童年的回忆。晚上厨师肥肥的姐姐请我们吃饭，我们来到了这一间满香楼，它是一间平民酒楼，也是一间咖啡店。我们点了清炒番薯叶，
梅菜扣肉，海参浓汤，宫保田鸡，脆皮烧鸡，黑胡椒羊肉，奶油虾。这一次回去，除了约家人吃饭，还约了2位好朋友。他带我们去了一间以100年老屋重新打造而成的酒吧餐厅 The Rainbow Bridge。它位于古晋石角河滨公园附近。它是一间以100年独立老屋重新打造而成的复古酒吧餐厅。一走进去，满满的怀旧气息。店内摆放了许多手工木雕艺术品与古董收藏。如果是白天来的话，你们就可以看清楚屋外所有的手工木雕工艺品。晚上来又有不一样的氛围。那么我们就慢慢欣赏这一间以100年独立老屋改造而成的复古酒吧餐厅 The Rainbow Bridge。来到这里，视频也靠近尾声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帮忙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